明早这批军医就能送去军营了。将军，又来了！神明又吃东西了。夫人，不知道还有落地扇、吊扇，这么多。将军，绣娘们再也不用熬坏眼睛了，士兵晚上也不用热醒了。神明真的把咱们放在心上啊！神明厚恩，战家军必以命相报。他们一直这样赶工，军医急用，大家不敢停。登太安眼睛会熬坏。将军仁厚。将军，这是收下，这是神明赐下的好东西。多谢将军。我教你点亮屏幕、解锁、设密码、录指纹。这小板板竟比烛火还亮。这叫平板，里面能存影像，也能教教学。一针一线，这机器竟能自己就缝衣，好快！夫人，这便是神明世界的手段。这不是气语，这是神迹啊！夫人，闲暇时让孩子们听听课，神明世界的知识或许能改变他们一生。妾定会护好此物，也会让秀人们尽心赶制军医。不必拼命赶，军医重要，人也重要，不能把他们的眼睛熬坏。夫君，这是什么？居然亮成这样！手电筒，还有这个小风扇，好凉爽。神明的世界都是稀奇宝贝，若能亲眼看一眼，便是死也值了。呸！神明赏了咱们好日子，咱们都得好好活。秀娘熬夜制军医，油灯伤眼，每月2斤大米，1斤面粉。1个月才这点儿，这哪够吃？秀娘长到5斤大米。神明征召新兵，每月才4斤大米，2斤面粉。不用担心物资，老兵每月10斤大米，5斤面粉，秀娘5斤大米，3斤面粉。神明能否多次夜灯？秀娘晚上赶制军医很伤眼睛。他们是在给战军缝命，不能让他们把眼睛熬坏。登风扇吃的鞋子，我马上买。小姐，你买这么多是公司团建吗？差不多。这次先把后院照亮，再给你们穿上新鞋。正官的人一个都不能亏待。将军，还有鞋、袜子、糖、肉干，先给秀娘，再给伤兵，再送军营，人人有份。真的不磨脚了？将军，我以后也有新鞋了吗？有。以后晚上也能看清真假了，眼睛不疼了。神明连这样的事都替我们想到了。是咱们缺什么，他就补什么。正官，谢神明。300万斤粮食，50万斤面条、馒头、葱花饼各50万个，防弹背心、防弹钢片15000套。将军，这不是粮，这是正官1年的命啊！准备仓库，防弹背心和钢片单独建库，掩人耳目。城内还有细作，一切小心。属下马上去办。感谢神明。夫君，将军还在呢。夫人，你尝一口。还有多的，给孩子们吃吧。这些是神明送给莫凡的。莫凡昨日拿了糖果，今日咱们拿几包，算扯平。陈奎，马上回军营，让人准备几个大仓库。神明又送东西了。将军，要多大的仓库？能放400万斤粮食的泡面、自热火锅、矿泉水。400万斤粮食，能吃大半年了。不止。拿着，给孩子们穿，这袜子舒服，夫人喜欢就拿。莫凡不会说什么。妾不是私拿，若照这个包里缝出来，士兵上战场就能多带水和干粮。拿去，什么时候看好了，什么时候再还莫凡。是。倒是舒服。你喜欢凉鞋，明天给你多送几双。我现在回仓库传送布料，稍等半个小时。好的，神明。牌匾我给你挂门口了，多好看。是挺好看的。中午了，我得回去，不然老伴念叨，这我不能要。拿着，路上慢点。叶小姐，还要不要？要，增加老人和小孩的码数，还是5万师。孩子鞋库存少，3天内送一批，剩下半个月内送完。好。将军，真没地方放了，西瓜还在沙坑里埋着呢。这鞋子好啊，比咱们的木屐鞋舒服多了。很轻，几乎感觉不到重量。全是鞋啊！这鞋面，这软底，好舒服，贴脚，轻稳。若全军换上此鞋，行军都能快几分。5万双鞋，老兵新兵加起来4万人，每人1双，还多1万。每人拿2箱回府，给府中人替换。多谢将军。莫凡府上人多，你选4箱。多谢将军。送1箱回将军府，让府中人全换上新鞋。是。
里面是鞋子，你让大家分了，每人一双，多的存库房。多谢将军。魏广哥，这是什么？哇，鞋子好漂亮！奶奶，鞋鞋，漂亮鞋鞋。将军真是大好人呐，还给咱们送鞋。来，每人一双，先打水，把臭脚丫子洗干净，再穿新鞋。人生第一双鞋，总得干干净净穿上。想不到我魏广有朝一日也能穿上鞋。哑巴，你说咱们来将军府是不是来对了？魏哥，我早说将军府里有神，是神送的。可将军一直住在军营，咱们是骗过李叔才进来的。若将军回来撵咱们走怎么办？将军是好人，不会赶咱们。再说魏哥能干，帮将军府处理了多少麻烦。我哪是什么能干？我走投无路，我找了个折中的钱，还擅自拿粮去平时，不知会怎么罚我。我很想留在将军府，眼下可怎么办？50万个馒头，50万个葱油饼到了。以斩查功夫。将军为何要等？是熟食，放在伙夫妇附近派发更快。装不下了，有布，快盖上！秦兵守着，谁都不许乱动。将军，这葱油饼真香。属下建议，出征士兵每人带2个饼，再带2瓶水，万一回不来，也能撑上一阵。准是。神明即将赐下防弹钢板与防弹背心，据说可挡弓箭穿透。啊，铠甲尚且不能100%挡箭，这薄薄背心真能挡。神明赐物，必不寻常。是真钢。将军，你要亲自试。装备上战场前，主帅先试。不行，万一……无碍，我信神明。将军，让属下来试。我信神明。防住了，真的防住了！将军连一步都没退。2片钢板可救战家军无数条命。吴三郎，拿刀砍我！你疯了！砍！刀也砍不穿。若内穿此背心，外披铠甲，便是双重护命。蛮族骑射，再难收割我战家军性命。传令，下午攻城士兵每人领1套防弹背心。末将定凯旋，末将定不负将军。下午是硬仗，昨夜靠炸药，今日靠人命，靠装备，靠战家军的胆气。将军，炸药用完了，所以今日更要赢。如今粮食700万斤，全城军民能吃1年多。从吃人的炼狱，有家有兵器。这个自热火锅，上次还没舍得吃完。火腿肠、矿泉水，翻2下，像梦一样。武器装备到了。停下，装备到了。盔甲2000，秦弩5000，箭雨20万。20万箭雨，有秦弩压阵，蛮族骑兵还没冲到面前，就得先倒一片。这秦弩改过，射程更远，怕是超过600米。先秦弩压阵半个时辰，破第一波骑兵，再上陌刀队斩马破阵。唐陌刀1万柄，长戟、长矛、戈剑刀各2000柄。1万柄陌刀，各为数支陌刀队。前2战陌刀如何破旗，大家都看见了。这批武器来得太及时了。传何鸿、陈俊霖即刻换装，下午出战。是。这一役，我亲自上战场。将军不可！不是战家军谁来统领？谁来联系神明？将军，战家军赌不起。我16岁上战场，数次从死人堆里杀出来。可如今不同，因为如今不同，我更要去。有炸药时，我不能只让将士冲；没有炸药时，我更不能躲在后方。战场杀敌，主帅岂能只看不战？将军的军功是自己一刀一脚挣出来的。好，将军，我们等您大胜归来。众将士，恭候将军凯旋。好。秦弩队准备，放箭。李希，战城王杀上来了，快追战！跑啊！战城王又杀来了。他们的箭伤不了我们，继续。停！大气的男儿们，随我上战场厮杀。今日团斩敌1人，多奖1包面条。杀退蛮族，领大米！大米有多钱？他亲自上战场了，花瓶只有他能用，他不在，我连消息都送不过去。战承恩，你不能死，我还要给你送地球仪，送世界地图，买大船。等你退蛮族，统一华夏，再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沈明赢了，他真的赢了。父亲，孩儿没有输。何鸿、陈俊临走南门，表现优秀。陈俊临第一次上战场，竟杀敌400余，比陈武将军丝毫不让。南门共杀敌25000，秦弩射杀15000，陌刀队杀敌10000，剩下尽数逃走。今日饮实在痛快，很久没有如此开心。神明，应感谢您。秦弩和陌刀竟然这么强，3场战役，战家军彻底站起来了。蛮族若聪明，就该退兵了。我给你们点菜，今晚大家吃一顿好的。以前一到夜里，镇关就像死城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城里有光了，有粮，有水，有灯，还有将军。老兵每月10斤大米，5斤面粉，3斤蔬菜或水果，2斤肉，1包盐，1壶油。新兵每月8斤大米，4斤面粉，2斤蔬菜，1包浙菜，1小包盐。军营1天3顿，早上肉粥配西瓜，中午白米饭还有荤菜。我也想参军。我还没满14，养马班、粮修帐子我都能干。东营将军凯旋！大家快快请起！蛮族南北两门都败了，你千里赤地出去，不是饿死就是热死。现在镇关才是活路，有吃不完的粮，还有能打胜仗的战家军，一日杀退蛮族10万人，这一仗怕是要传遍天下了。将军，你一定要保重镇关，守住我们！将军万寿！战家军万寿！战家军万寿！算你命好。世子爷，属下今日杀敌200，这是证明，属下献给您。拿走，快拿走！小爷才不要这种东西。战成洛本是要提拔江源做我的副将，你允还是不允？今日他冲阵勇猛，听令配合，确有可塑之处。可他是奴籍，奴籍不可入朝为官。契书在姑母那儿，我非说让他烧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此战缴获活战马600匹，还有大量马肉，都是刚得的。军营肉类正好快吃完了。蛮族弯刀破损帐篷，也能收整再用。这肉干有股腥，饿死的牛肉做的，把能用的都收好。如今镇关每一份物资都不能浪费。将军，药快不够了。缺什么？消炎药、止血药，尤其是注射用的，越快越好。再晚，很多伤兵撑不过今晚。今日赢是赢了，可兄弟们也伤得不轻，战死1000余，伤2000余。若无药，伤兵还会继续死。神明，战后伤兵众多，急需大量消炎药、止血药、包扎药物，越快越好。战死将士家属每户100斤大米，再50斤面，1箱面，5包盐，3桶油。是。受伤士兵每人50斤大米，30斤面粉，2包盐，1桶油。后续安抚你亲自办。末将明白。将军，今日若不是秦弩和防弹衣，死的绝不止这些。蛮族30万大军，如今只剩20万，可战家军每一个活下来的人都不能白白死在缺药上。蛮族有援军来支援，但被秦弩打退了。若他们真敢冒剑冲阵，南北两路会有大麻烦。怕剑，也怕炸药。可他们退了，他们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南北门驻军被咱们8000人掀了。蛮族已经怕了，以前是他们为镇关，逼我们等死，现在轮到他们夜夜难眠。急缺药，消毒酒精、碘伏、绷带、棉鞘、止血药，拿多少拿多少，这么多，救命用！杨母啊，这么晚了，吃了没？二舅妈，我急需大量青霉素、痛伤风，还有注射用药，您能不能帮我找药厂？你要这个做什么？救人，价格可以翻倍，不3倍，我再给您200万介绍费。别说了，记住，你今晚没给我打过电话。这就挂了。喂，谁啊？您那里有青霉素、胖伤风、止痛消炎类药物吗？你哪家医院？私人。私人不卖。我出3倍。不卖。4倍。你再说一遍，几倍？4倍，今晚就要。青霉素、痛伤风、止痛消炎、麻醉类都在这儿。是。你得签免责，尤其这类药必须谨慎使用，出事别找我。针头、针管、无菌手套、口罩有吗？等着。40箱800万。嘿嘿，你从哪儿找的我电话？亲戚。哪位？药监局2把手。你早说呀！我退你200万，刚才价格是高了的。不用，下次便宜点，我还会找你。行，小妹，我姓徐，叫徐乾，你喊我徐哥就成。又来，贱胚子，给我下来！经理，找人把他们撵走。叶小姐，他们没进小区，我没权利驱赶啊。赔钱货，下来给我下跪！你现在拥有的叶一切，你爸的财产本来都该给叶欣。嬷嬷，亲戚之间何必起诉？你以后嫁人没家撑腰怎么办？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！有本事就从我身上撵过去。现在有权利了吗？马上处理。人家业主被你们骚扰几天都没报警，你们倒有脸堵车！带走！叶小姐，老这么被骚扰也不是办法。10万，我保证他们以后不敢再靠近您。你真是干物业的。
别让他们再靠近我。船物资不头晕了，那船水呢？搬江水，将军，神明说搬江水，马上封堵上下游，清空河道。是。神明，我已寻到干枯河床，是流入镇关最大的河，上下游已堵，您可以搬水。还不够。有水了！河道终于有水了！终于有水了！老天爷开眼，镇关百姓再不会渴死了。爷娘，涨水了，咱家的地能种粮了。这一年，他们躲过干旱，躲过饥荒，躲过蛮族攻城，从躺在地上等死，到现在有水有粮有光，把晕倒的百姓送去军医处，慢些喝，别呛着。水，真的是水，痛快，太痛快了！用力一点，小爷都快长虱子了。将军，你也洗一洗吧。神明没回信，没有。现在什么时辰？子时了，他恐怕累坏了。这就是神明世界的江水。神明，若此生能见你一面，因必亲口道谢。大小姐，您还好吗？我很好，只是我爸那边亲戚太烦，我打算去外地住一段时间，这房子得有人看着。刘阿姨，您回来帮我看房，每月18000。大小姐，您还愿意用我？当初是我状态不好，辞退了你们，你们是关心我。你要是一个人冷清，可以把以前的人都请回来，每人加3000工资。好，我马上联系他们。今天就要装好，双倍价格。叶小姐，全部通电调试完毕。没事，割猪草割的，不疼。这么大片园子，怎么不种点黄瓜、茄子、辣椒？太可惜了。阿姨，我下午就走，这钱用来付水电煤气买菜，不够再问我。下午就走？这么急？对，围墙都装了电网，24小时通电，叶家人翻墙进不来。大小姐放心，我不会放他们进来。大小姐，总算愿意往前走了。我下班了，你忙。吃战马，镇关这么热，腌肉能撑几天？黄师傅，你认识冰场吗？我要1车冰。有家冰场专门给夜店送冰镇酒的冰块，不能吃，但能降温。我要1车，按市场价。马上让人挖一个大坑，铺油布，神明会送新鲜猪肉和许多冰块。猪肉还有冰，镇关这鬼天气竟还能见到冰块，我亲自去挖。这些归小爷了，江源拿回去做衣裳。是。给你的密信。是。你最好看看。镇关有粮有水，仓库大米多到遮不住。朝廷密令徐怀率10万人前来接管镇关，包括城中百姓、军队、粮仓局所有物资。老子徐怀装死！现在我们迎来抢战沟、抢粮、抢水，凭什么？朝廷忌惮战家军不是1天2天就开始，所以他们宁愿镇关饿死，也不愿战家军活。如今你们活了，还赢了，他们更怕。这是陛下给你们陈氏兄弟的。将军，皇帝命我兄弟2人暗杀你。将军，我和陈武绝无二心。若不是将军和神明送水送粮，我陈家孩子莫凡，全城百姓都已饿死。我们兄弟就算死，也不可能纳您。小皇帝把我们扔到镇关送死，现在还想让我们砸自饭，他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？你骂皇帝时，能不能别当着我这个皇亲的面？小世子，这密函我没接过，也没看过，我也没看见。第1道可以装没看见，第2道呢？第3道呢？
将军，要不咱们反了吧？先拿徐怀开刀。咱们有神灵鼎力支持，有粮有水有炸药有秦弩有陌刀，还怕小皇帝？杀了徐怀，然后呢？造反！先解决蛮族，再杀回京城，把苏丞相那帮蛀虫杀个片甲不留。现在还不行，为何处处都是死？不如玩票大的。楚国齐国大军就在镇关150开外，随时会动。他们真要对我们下手？齐国一旦内乱，镇关失守，蛮族、楚国、齐国便会长驱直入，瓜分大齐国土。皇帝要杀我，徐怀要夺权，楚齐要吞国，蛮族还未退兵。此时造反，只会让百姓先死。将军的意思是先稳住徐怀10万人，攘外必先安内。徐怀的人未必是徐怀的人，他们跟了徐怀20年，能听咱们的？徐怀不会让他们投靠。我有粮，我还有水，要不我和陈武干脆做掉徐怀？不必，饿了大半年的人知道跟谁才能活。将军打算如何收买？并入战家军编队，按老兵待遇，每人每月10斤大米、5斤面粉、5包盐、1桶油，水管够。如此，他们即便对徐怀忠心，也不能让家人继续饿死。小皇帝给不了的，你全给了。徐怀带来的10万兵，怕是还没进城，心就先散了。咱们贴到楚国大街的告示，说加入战家军能领6斤大米、3斤面粉，已有1000人拖家带口来到城门外，里面恐怕有奸细。但是没有蛮族驻军，让楚国投军者及家人住在城门5里内，先安置，不入城核心。派100人队伍收编，发军服、武器、盔甲、鞋子。答应的粮食给足，水每日按时供应。家属呢，登记造册，告诉他们，投靠战家军便是镇关自民，从此与楚国再无关系。若发生战争，家人可入城，在城内划出专门区域安置。明白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将军，上次找来的3个术士，其中1名年轻术士领了粮，说要投靠您，人就在门外。术士来投军，他说有要事献上，带进来。寻林真人是梦，见过将军。你说要投靠我，是，你可以入军。将军，我会配置火药。我曾亲眼看见你们埋下炸药，我知道火药配比，也曾亲自配过，只不过在清风观中是用来炼丹。师傅师叔们天天炸炉，谁也没想到那东西竟能杀敌。你确定能做？镇关缺硝石，若将军给我少量火药样品，我定能研制出威力更猛的炸药。好，若真能成，以后就跟着我。天齐，带他下去换衣服和鞋子。是。将军府给他收拾一间房。是。将军，有句话，不知该不该说。说，将军我见原本是短命长水，不出半月必死无疑。可经昨天高君文师门授一卦，说完受事，将军背后有一位来自异世的大能之人，他心地善良，能改天怀命。他不是大能之人，他是神明。好。终于弄完了。李经理，把山背面那栋别墅收拾出来，我今晚过去住。叶小姐今晚就来？对。这是父母在成人礼时送的地方，旁边还有小仓库，地下3层储着罐头、水和压缩饼干。以前每年爸妈都会陪我来住2个月，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。叶小姐，您打算住1-2个月？你去忙吧，没事不用打扰我，饭我会自己打电话叫。好的。怎么不接电话？老板卡免单3次，之后8折。不错，你比你爸好说话。他明了，楚国、齐国军队距离镇关比蛮军还近。外界不是都说楚齐2国连年不和？假象，齐国20万，楚国15万，蛮族尚有20万，互通消息。若3方合流，便是55万大军。镇关全城能张着的也不过4万8千人，装备再强，人数差距太大，也会被耗死。神明的炸药到了。太及时了！神明仿佛知道咱们最需要什么。有这批炸药，至少能挡楚齐2国一轮。还不够，55万大军压境，仅靠这一批炸药，远远不够。若能拉拢徐怀10万人，或许还有一战之力，但还需要大批武器、装备、炸药。将军，要不咱们再向神明求一回？炸药起码还得10倍才够，当然越多越好。还有秦弩、箭雨、防弹背心。若神明愿意再次装备，镇关就还有胜算。补充务需缺口。将军，您和神明熟，要不然您再求一回。 55万大军压境，没有装备，咱们真不知道怎么赢。你们可知为何陈奎府上能存放大量布匹？绣娘能在陈府缝制衣服，因为陈奎与陈夫人主动奉上了一箱钱财，金银首饰足有2大盒。为何莫凡府上仆人能分到2双鞋？每次布料送来他能先挑，因为他送了2箱黄金珠宝。神明救镇关是恩，可我们若每次只知索取不知回报，和神明公平交易，
应当主动奉上钱财，而不是一味伸手。将军，我们回府一趟，去就回。这是我夫人压箱底的首饰，她若知道是供奉神明，定不会怪我。大启名画是林恩居士的猛虎图、梦蓝图，千金难求，家传古琴之一，价值万金。将军，这些供奉神明，求神明再赐武器装备。15万人对55万人，没有防弹衣、铠甲、秦弩、陌刀，咱们赢不了。神明，三方大军压境，楚国20万，齐国15万，蛮族20万。若合兵攻镇关，镇关必危。因愿活下来，愿策反徐怀10万人马，并入战家军。然15万人对55万人，仍无胜算。今奉上钱财保护，恳请神明赐下更多武器装备。这么多，这画褶值钱。这把琴恐怕比金银还贵。楚国、齐国、蛮族，整整牵在前线拼命保大齐，皇帝却想抢他的兵权，让他死在镇关。这种皇帝，大齐没灭国都是侥幸。15万人打55万人，还要策反徐怀10万兵。战成勋，我既然决定救你，就一定护到底。我会帮你踏遍华夏大地，没有领略江南水乡、塞外风雪、昆仑之巅，你不能死。我一定会活下去，一定会。将军，神明没答应吗？是不是咱们供奉太少？我回去再取。神明说他会支持我，我就知道神明不会放任咱们被三国围攻。他真是好神啊！将军，神庙已经建好了，马上要铸金神。师傅问神明如何开脸，要不将军向神明讨一张画像？画像？神明答应了！神明答应了！炸药、秦弩、陌刀、盔甲是破三国联军的关键。15万人敌50万人，外人看来是死局，可对咱们来说是机会。若赢下这一战，大齐再无人敢小看战家军，更不只是守镇关，是打响统一华夏的第一战。先去新仓库，神明已有一批军需物资到达，必须安置妥当。比上次更重，威力恐怕更大。这批东西怎么安排？找可靠之人乔装成商队，带一部分物资出城，守住楚齐两国与蛮族会合的必经之路。若他们越界南下，便给他们一个教训。我将亲自去办，只用1/5，余下留守镇关。此物危险，让人万分小心。是。开饭了吗？开吧。徐怀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杀还是留？留。你挖走跟了他20年的兵，他会恨死你的。无所谓，本将军只要百姓活着，只要楚齐两国的梦碎掉。那我飞鸽传信给姑母，让他别和你作对。多谢小世子。别谢，我是怕你死了，小爷以后没好吃的。对了，让神明送几个醋曲来。最近花楼不开，没人陪小爷玩，太无聊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玩？打仗也得劳技结合。200万件不够，改300万。15万套。叶小姐，库存没了。那我换一家。仓库是还有一批，不过原本要发中东，价格高。同价，今晚装车。行，您先付定金，我马上安排。秦弩和箭羽能赶，盔甲得全村一起拼，陌刀生产线还得加。做出多少，每天发多少。没问题。木木，质量有问题，老板还在餐厅，我叫他过去。我还需要一批大龄军需。你还要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卖给海外朋友，赚点小钱。你哪来的海外朋友？网上认识的。叔，我不骗你，我真急用。1个星期内尽量调货，你先打定金。神明回信，防弹衣今晚装货，3日内送到。大批军需物资，7日内送。10万秦弩，300万支箭羽，7日内送到。陌刀15万，14日内送到。铠甲需要拼接，7日内有多少送多少。神明真的送来10万秦弩，300万箭羽，三国联军又如何？有这些装备，15万人真能挡55万人。这神明是真宠你啊！不是宠我，是他在护镇关。这次7个多亿，上次4个亿，卖古董的钱只剩1个亿了。
养一座城，打一场国战，真烧钱。美，太美了！这酒壶和酒樽是一套的吧？是，品相完美，红宝石品质也高。叶小姐，你开价。穆老懂货，您开吧。合适我卖，不合适我先6个放。亿，如何？为了买你的东西，我棺材本都快掏空了。你若有大器普通瓷器，晚平盘。酒壶卖您，明早8点来仙源山庄交易。那家网红度假山庄是，多带点钱，6亿恐怕不够。明白，明早见。战成亭，我送你几套瓷器，你把百姓平常用的瓷碗、瓷盘、瓷瓶都换给我。又有新东西，好瓷啊！这比京城贡瓷还亮，这东西真是给咱们用的？神明送来瓷器，希望把百姓平常用的瓷碗、瓷盘、瓷瓶换给他。江源搬回府，数好多少件，从府里拿瓷碗、瓷盘来换。小石子，你也太不要脸了！手慢无，把将军府瓷器都送来。我们也换，神明不会吃亏。这么多。就算普通也能卖点钱，5块一个，150万，值。30多套瓷器礼盒，明天送到仙源山庄。好的，叶小姐。战成银，你负责活下去，我负责给你续粮、续钱、续命。真是大齐国文物，保存的太完美了，跨越2000多年，竟还像刚从窑里烧出来一样。是了，这和那2个酒樽是一套，能当镇馆之宝。穆老，您再看看这个。大齐国志，御赐武将军，这东西太重要了。您看着给价。2个亿，2亿3千万，3个亿，这是叶小姐留给我的，你们要不要脸？5个亿，我收了。6.5亿，谁都别抬了，再抬我就告你们恶意炒作。您觉得值，那我卖。这里的水能喝，如果花瓶能一直传，就不用天天抽水了。我试着传送溪水，你准备接水。好，神明，我已备好水井。成功了！灌一夜，战成涛那边的井应该能满。小姐，叶家人又来了，有人穿水电维修混进小区，想翻墙进别墅，被电网电下来。谁？他说是您三叔要赔偿。保安怎么放进去的？叶小姐，对不起，是我们失职，他穿维修服混进来，我马上处理，不收费。别再让他们靠近我的房子。明白。另外，您装电网得贴安全公告，我让人去办。麻烦经理，加快进程，别让叶家人再来骚扰我。再不行，我把债权半价卖给职业收账的。叶小姐放心，我会加快。酒壶和酒樽为一套，必须进馆。穆老，您开多少？我加2000万。早知道不带你来。镇馆之宝，我不能让。是啊，这。最终，张副馆长拿下金饼和酒壶，共12.5亿。叶小姐大气。大齐瓷器首次面世，上拍卖会还能更高，可惜周期太长。我现在急用钱，能快就行。将军，有水，心里就踏实。宋铎传消息，他们已到边境，没骑马，脚程这么快。路上抓到几匹跑散的蛮族军马，那些马闻到水和粮，就跟着他们走了。让宋铎在楚西边境埋伏，盯紧动向。蛮军主力在东方，马厩必有大量军马，想办法把马偷出来。我怎么没想到？晚上我带水和马料去，把马全勾回来。去议事厅部署。我买了30套古瓷礼盒，货到了。你让10位将军把府上的瓷器给我，我和他们换。这3盒我要给太后送礼。小世子，你手是真快啊！行了，再拿就不够分了。啊，这怎么看都是咱们赚了。每人3盒拿回府，
把家中瓷器全部送来换给神明。这也太多了。灰扑扑瓷器换古瓷，他们觉得赚，我也赚麻了。不能让正官每晚吃饭。蛮军巡逻多了，先别硬冲，先埋伏，再点火引乱。弟媳，战将军又来了！是那个会炸山的神火！快，开门！真让他成了！撤！又逃回来了！军战马自己跟回来了。魏马亮，以后他们是战家军的马。是。在蛮军那边，他们怕是连水都喝不上。来了镇关，就算来天堂了。将军，我们那边更顺利。装成巡逻蛮兵，先喂马水和料，再开马厩。那些马饿疯了，只跟着我们跑。蛮军追出来，被秦弩一压，立刻缩回去了。哇，好厉害！画像，他们真要给我建庙，不然你们建个菩萨庙。何谓菩萨？差点忘了，这个时代佛教还没传过去。我的意思是，随便建个真身即可。我一个大活人，无需我照片。拯救全城百姓，当之无愧。还请神明赐下画像，工匠已催，不能再拖。缓几天，我回去拿照片。好，神明别忘了。4000匹马，马料不够了吧？是，晋本想和您提。明天安排，精料和粗料都得有。我战成阴一生光明磊落，绝不会叛大旗。他死了，你怎么样了？战成阴，快回话！我努力这么久，不该是这样的结果，我不认。宋将军，没人，军马、兵器、粮车全不见了。娘的，咱们被耍了！那现在怎么办？马上飞鸽传书给大将军，楚国已动身赴镇关，全军戒备。咱们赶回去，但咱们也不能空手来一趟。帐篷收走，能用的全带走。还埋伏马？他们绕入宫城，回去也要有路。咱们堵不住他们来，就让他们回不去。何事？将军，神明连传数张纸条。你怎么样了？我梦见你死亡了，快回复我，快回话！神明不会无缘无故示警。将军，难道楚齐？宋多那边可有消息？没有。马上叫醒所有将军，议事厅布置。是。大半夜的还脱马，未必走旧路。啊！将军怀疑他们绕行，他们不必与蛮族会合。楚齐两国35万人，凭自己
也想吞下镇关。若他们改道，说明城内有细作，而且知道宋说出城路线的人，官职不低。我不愿疑你们，但军中确实有人向外送信。真的？人民事情不能拖，属下马上去办。就这么简单？骑马出去晃一圈？对。那我要漂亮的大马。可以。连夜收拾空师房屋，城外来头军的楚中也有2000，安排他们进城。将军，他们是楚国人，若混了细作，不如让他们驻场外，敌军来犯也算第一道屏障。既然投靠镇关，签了文书，就是镇关四民。把他们与原镇关百姓隔开，划出一片区域安置，不能随意走动。妇人集合起来领布料做衣服，每月4斤大米2斤面；男人修房、挖水池、修路，每月5斤大米2斤面。水、米粥、夜灯、风扇照常发。新兵便入吴三郎麾下，每日操练磨刀。属下也有磨刀队了。有，但你得看住他们，也要教会他们。投了镇关就不能3心2意。是。将军，送夺急信。楚军已空营，绕道直奔镇关。挠战鼓，全军戒备。楚齐两国即将来犯，全军戒备。这不是蛮族，这是训练有素的汉兵。秦弩和箭还剩多少？秦弩5000多，箭10几万支。将军，城外无力，已埋了1圈俘虏，1000人出动，全部埋完。我抓到几个尾随传信的小兵，全招了。蛮族、楚国、齐国，甚至燕国、虞国的细作都有。咱们战家军竟被剩下个筛子了。本世子这才知道，你把我当靶子使了。抓到多少？17个。我饿了，不给睡就算了，还不给吃。去伙房，想吃什么点什么。不行，我要神明送的。抱歉，神明，是印的过错。昨夜抓出20几个细作，楚国、齐国已在20-30里外停顿，随时会攻城。果然和我梦见的一样，他们行动了。你有把握吗？秦弩5000多，箭10几万支，敌军35万人，但范围有限，恐怕远远不够。我怎么帮你？神明，印答应过你会活下去。你宁折不弯，真破城了，怎么可能活？不行，我花了10几亿救了这么多人，不能一招全毁。茶叶蛋全要，小笼包全要，豆浆全要。复合弓有多少？您要什么型号？射程远，能猎野猪的。店里100多，仓库100多箱，总共1500架，每架配50支箭。多少钱？145万。急用。原本说3车，菜商又凑了2车，全要。黄师傅，哪里能弄到煤？还有能点燃的油、酒精、柴油一类，越多越好。油不好弄，但郊区有个劣质假酒厂，酒能点着，味儿冲，喝死过人。10几万斤堆了好多年没人要，全要，1块钱1斤能拉了。对，那我去拉酒，剩下4辆车去拉煤。菜，这么多菜！我们一路吃草根树皮，死了1半人，镇关就有这么多吃的。拿着，以后顿顿能吃饱，把孩子养大，就是对将军最好的报答。大齐的将士们35万大军已在2、3时开外驻扎，这一战若输，我们战死，镇关百姓无水无粮，大齐3000万子民也将被拖入死局。我们守的不是一座城，是粮食，是水，是百姓活下去的希望。本将军希望所有大齐男儿死守镇关，死守镇关，血战到底，我等与镇关共存亡。敌人不退，我等视死如归。叶小姐，不过您只买防弹衣，没买配套头盔。数量对，我马上结尾款。嘿嘿，我这头盔原本配中东丹，结果那边不要了。您若全要，我给您便宜。对，两军对得，没头盔怎么行？
全要。防弹衣加头盔，一整套600，15万套，9000万。能救命，值。厂里还有更好的全身防护装备，不过还没量产。能量产后，我先订5万套。成交。15万套防弹衣、防弹头盔，10分钟后接收。清空场地，接收神明防护装备。这东西护头，试试。来，拿剑砍我！比龟甲还硬，有这东西，陌刀队冲阵就不怕了。所有将士，每人一套，半个时辰内全部换上。是。35万，树木全是赤黄和黑色，像天地都被他们吞了。小爷只是以防万一。父亲亲赦，他必死。这是什么甲？战成阴，你到底从哪里弄来的这些神兵鬼甲？乘务，秦弩队待命，复合弓准备好。是，将军。贤侄，开城门投降吧！你5万兵马挡不住35万大军，交出城中粮水，本将军保你不死。不如楚军归降我大齐，本将军保证，每个士兵都能喝到水，每日都有饭吃。凌将军，意下如何？你区区5万人，一半还是新兵，也敢让我大楚归降？今日破城，我必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攻城！放箭！敌军太密了，稳住，进了再射。他们射不穿，神明护甲真的能挡命！倒霉球！长剑、短剑、神甲、火炭，战成征，你手段都不少。镇关已是囊中之物，战成言不过困兽。护驾！快护驾！为什么会这样？战成轩怎会有如此厉害的武器？等他们到墙下，再开复合弓。他们装备比楚军还差，给我压住！炸药挂秦弩，点火！战成业，不要你死！点炸药！若是蛮族撤退了，可他们还在冲！接住啊！将军，煤炭烧完了，陌刀队准备。
守住城墙，一步不退，一步不退。